極寒天氣來臨，外面白雪皚皚，屍橫遍野，而我的農場裡陽光萬里，綠草如茵，一切都充滿了生機。這一切只因為我綁定了農場系統，但在上一世，我的結局遠沒有這麼美好。上一世，我和男友因為一瓶過期的酸奶打了起來，我本想和他平分，可是他卻為了一包煙和一瓶酸奶把我賣給了惡霸。最後，我被惡霸欺辱，扔在了雪地裡，活活凍死。再睜眼，我驚恐地看着四周，這裡已經沒有皚皚白雪。我躺在和男友一起租的出租房裡，身上裹着厚厚的被子，指尖觸及身上柔軟的棉被，那溫暖乾燥的觸感真實的可怕。眼淚毫無預兆地湧出，眼淚不僅是因為重生的喜悅，更是蘊含着滔天恨意。突如其來的溫暖讓我一度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臨死前出現了幻覺，慌忙掏出枕頭下的手機，手機屏幕上的2032年6月，我竟然重生回到了末日來臨前半個月。解鎖手機後，屏幕上突然藍屏，我下意識想要亂點並嘗試關機處理，可是看清楚屏幕上的字後，我愣住了。恭喜您解鎖末日自保系統，請接受綁定并完成新手升級。我愣住了，下意识点了確定。恭喜宿主綁定成功，請完成新手升級。按照屏幕上的引導，我一步一步完成了新手入门指導。屏幕上出現了2個不同的設定場景供我選擇：武器庫系統、農場系統。我思考了一下，我這種弱雞要了武器庫也打不過人家，還是決定選擇農場系統。我看着界面一點點變成綠色，突然把我整個人吸了進去。我緩緩蹲下身，摸了摸腳下的黑土地，再真實不過。可是我怎麼出去呢？腦子裡剛提出這個問題，眼前就出現了是否要回到現實世界的選項。我輕觸一下，果然又回到了我的床上。我正驚奇，外間傳來窸窣響動，接着是男友張明那故作溫柔，實則透着一股油膩膩、虛偽的嗓音：“寶寶醒了，早餐想吃什麼？我煮了粥。”胃裡一陣翻騰，就是這種聲音。上一世他就是用這種聲音哭着求我說最後一次，騙我簽下那些高利貸合同。最後他卻為了一瓶過期酸奶和我大打出手，為了一包煙就能把我推給那個渾身腥臭的惡霸。我閉上眼，用力壓下喉嚨間的惡心，耐着性子回應道：“不吃了，公司有點急事需要過去一趟。”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出門，站在車水馬龍的街頭，我有些恍惚，上一世的凄涼場景在我腦海中慢慢浮現。那末世倒計時的滴答聲仿佛就在我的腦海中滴滴答答地響着。手機突然震動，我掏出手機一看，請宿主升級農場，選擇您要購買的農場歡樂幣。我看了一眼屏幕上的選項，有一個終身會員不限量金幣選項，可是下面的金額卻超出了我銀行卡裡的餘額。我名下的工資卡和幾張儲值卡已經幾乎被張明掏空，但我還有我媽留給我傍身的最後一點東西，一枚古玩金戒指。上一世為了那所謂的狗屁愛情，在最後的時候，我不得不拿出了這枚戒指典當，保全了張明的手指。這个時候張明還不知道我有這枚戒指，典當行給出的價格遠遠超出我的預期，加上我迅速從幾個小額貸款平台貸出的錢，一共55000塊，我一併轉入了剛開的虛擬貨幣賬戶。路過證券交易所，我突然想起股市裡有幾隻毫不起眼的冷門股，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因為突如其來的新政策瘋漲而後暴跌。上一世張明總是以我不肯給他錢讓他投資，從而錯過了這個風口為由和我爭吵不休，那副嘴臉我記得清清楚楚。很快我完成了開戶，將手中的資金分散投入，留了一小部分在手裡流動。忙完這一切，天色逐漸暗了下來，我不得不回到那個令人惡心的出租屋繼續演戲。張明看見我回來，光着腳過來想要抱我，身上難聞的煙味混合着劣質古龍水的味道。在他剛要伸手抱我的時候，我側身躲開。別鬧了，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忙，今天還被老闆罵了，項目獎金也被扣了，煩死了。張明眼底劃過一絲不耐煩，迅速被他掩蓋下去，硬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安慰我：寶寶辛苦了，你們老闆純屬周扒皮行為，不和他一般見識，下次咱們再掙回來就好了。蠢貨，我敷衍了他幾句，就回到書房，鎖上門，點開手機。股市行情按照上一世的走向一路瘋漲，我投入的資金猶如滾雪球般膨脹。我看着賬戶裡逐漸多起來的數字，心裡的安全感也逐漸膨脹。隨着時間的推進，我賬戶裡的資金已經足夠了。我把資金按照系統提示充入虛擬系統。恭喜宿主解鎖終身會員，無限歡樂幣已到賬，請宿主按照提示繼續進行農場升級。我點擊升級後，農場的面積拓寬了許多，出現了水泥地面。系統提示我可以在此處完成任務，建造不限量供應超市。溫馨提示：升級為 LV3 可以解鎖實地系統綁定，請宿主選擇合適的綁定位置。綁定實地，那豈不是一個現實版的 QQ 農場？既然有了這個機會，那我也不能浪費。我正思索着如何找到合適地方躲避來攻擊的喪屍，突然我看向周圍的環境，我和張明住的這個地方是一個高層的單身公寓，位置合適，大小合適，房間布局也合適。
看着這個承載了我上一世無盡痛苦和屈辱的出租屋，一個冰冷而決絕的計劃在我心中迅速成型。就是這裡了，我要將農場系統與這個公寓綁定，這裡將成為張明的囚籠，也是我復仇的舞台。系統監測到我的想法，手機屏幕瞬間亮了。請問宿主是否確定綁定當前地點作為農場系統實地？我迅速點擊了確定，一瞬間，房間驟然亮了起來。剛才還在手機屏幕上的系統对話框突然出現在我眼前。正在掃描中，掃描完成。當前位置：東旭公寓1704室，結構穩定性良好，空間面積85平方米，符合農場系統實地綁定基本要求。綁定後，該實體空間將成為農場系統在現實世界的入口，並可隨系統升級進行加固和擴展。是否確認綁定？我嘗試伸手點擊了面前的確定鍵，系統界面很快發生了變化。綁定中，綁定完成。恭喜宿主解鎖農場實地，現為您贈送綁定福利。新手綁定福利，在末日來臨前，綁定的實地系統不會被其他人檢測到，只有宿主本人可以看到農場實況。哇哦！我剛才還在想，這整個房子如果都變成了農場的樣子，張明恐怕會嚇得尿褲子。現在好了，末日來臨前我不會被人發現，而且只有我能看到，真是個好系統。謝謝誇獎。我有些無語，這個心思系統也要猜中嗎？連這點心理活動都不放過。溫馨提示：系統升級任務已更新，請利用歡樂幣將農場等級提升至 LV5，並解鎖基礎防禦矩陣及環境模擬調控功能，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極端氣候。我點擊升級，很快，系統界面從普通的藍色變成了微微亮光的綠色。恭喜宿主，農場升級成功，成功解鎖基礎防禦矩陣模式、環境模擬調控系統及隨身包功能。现為您介紹它們的功能。這個東西還有說明書，我覺得很神奇，點擊了去學習。基礎防禦矩陣模式，宿主可以利用此模式下的簡易武器進行自保。隨着農場系統的不斷升級，武器可以隨之進行升級。注意，該模式武器功能低下，僅自保使用。若想使用大量武器，請返回第一界面，選擇武器庫模式。我這個小身板，要了武器庫我也不會用，能自保就不錯了。界面下方展示了當前等級下我的武器，一把十字弩。環境模擬調控系統，宿主可以利用此模式調節環境溫度、濕度、光照、氧氣及二氧化碳含量等設置。隨着農場系統不斷升級，此模式調節功能也將逐漸升級。空調加生態模擬一體化系統，那豈不是我只要在農場裡撒上種子，就可以盡情等着收穫了？隨身包功能，宿主可以選擇合適的隨身包外觀，隨身包綁定農場儲糧倉。通過隨身包的傳送功能，宿主可以隨時隨地利用隨身包功能進行物資搬運。溫馨提示 ：LV5 升級需求：木材1000斤，石料1000斤，金屬300斤，電子元件50斤，各類種子100斤，新鮮蔬果收穫量達到5000單位，肉類儲備達到1000單位。看着眼前的控制面板上列出的密密麻麻的 LV5 升級需求清單，我感到了時間緊迫，但莫名心裡還有些許的興奮。木材、石料、金屬，這些在文明社會尚且容易獲取，但在末日降臨後將是無比珍貴的資源。而種子和食物儲備正是農場系統的核心。寶寶在忙什麼呢？寶寶在忙什麼呢？出來吃點水果吧。張明令人作嘔的聲音伴隨着敲門聲傳來，打斷我的思緒。他總是這樣在不合時宜的時間地點出現。以前我覺得他是關心我，現在我明白了，有些人看不得別人比他看起來有用，有正經事做，他的心裡異常的不平衡，甚至覺得掌控了我就可以消除這種落差。我迅速收起系統界面，臉上換上一副疲憊又煩躁的表情，打開門。不了，沒胃口，老闆催項目進度，煩死了，這幾天估計都得加班到很晚。張明眼底閃過一絲懷疑，但是被他迅速掩蓋。他語言裡都是對我的關心，但更多的是對我項目獎金可能泡湯的擔憂。在他心裡，那是他的揮霍資金，容不得我有半點差池。他假意安慰幾句，便悻悻地走開了。看着張明離開的背影，我知道必須抓緊最後這半個月的時間，否則這樣朝夕相處下去，肯定會被他發現端倪。接下來的日子，我以公司項目緊急，需要封閉開發為借口，幾乎不再回家。白天瘋狂地奔波於各大建材市場、五金店、批發市場，甚至廢品回收站。偶爾回家住一次，不和張明在一個臥室，他心裡不滿，但是一想到豐厚的項目獎金，只能乖乖配合我搬去書房睡覺。張明一臉不滿，嘴裡總是叫囂着：“等你忙完，看我怎麼收拾你。”真是令人惡心。利用股市賺來的資金，以及後來持續投入滾動產生的利息，我開始了瘋狂囤貨。木材，我直接聯繫木材廠，訂購了遠超1000斤需求的優質木材，借口是藝術項目的大型裝置材料。石料和金屬則通過建材供應商大量採購，理由是為偏遠地區的學校建設捐贈物資。電子元件比較特殊，我混跡於電子市場，零散購買，積少成多，50份不算多，很快便囤到了。
最讓我花心思的是種子和初始食物。我跑遍了周邊的種子公司、農貿市場，購買了各種各樣蔬菜、水果，甚至糧食作物的種子，數量遠超100斤。為了新鮮蔬果和肉類的初始收穫量，我大量採購易於儲存的土豆、洋蔥、蘋果等，以及冷凍的肉類，利用隨身包的功能，把它們全部都轉移到農場系統的倉庫中。經過這幾天的囤貨，我才發現隨身包的功能遠超我的想象。我選擇了一個看起來最普通不過的帆布托特包作為它的外觀，但內部卻連接着農場系統那深不見底的儲物空間。我只需要心念一動，手指觸碰到的物資就會瞬間被吸入包中，再通过包進入農場的指定倉庫，分類存放。這簡直是為囤貨量身定制的神器。我穿梭在批發市場的冷庫和倉庫間，一箱箱冷凍雞胸肉、豬肋排、牛排，一袋袋土豆、洋蔥、胡蘿蔔，一筐筐蘋果、橙子。攤主們只負責把貨物送到我指定的車上，而這個車的司機就是我本人。每次我都等攤主放好後，把車開到偏遠的地方，自己爬上車廂，用手輕輕撫摸着這些東西，箱子裡的東西瞬間被吸收到功能包裡。隨之變化的是系統界面上的提示：木材1000分之1020單位已完成，石料1000分之1100单位已完成，金屬300分之350单位已完成，電子元件50分之50單位已完成，新鮮蔬果收穫量5000分之2870單位，肉類儲備1000分之760單位。我看着控制面板上不斷跳動的數字，一種難以言喻的滿足感和安全感油然而生。距離末世降臨還有10天的時候，我的農場系統順利提升到了 LV5。恭喜宿主升級成功，農場等級 LV5。距離末世降臨還有10天的時候，我的農場系統順利提升到了 LV5。恭喜宿主升級成功，農場等級 LV5。解鎖新功能：基礎防禦矩陣已激活，環境模擬調控，恆溫恆濕已激活，光照調節已激活，生態循環初級已激活。隨身包空間擴展至5000立方米，解鎖新建築初級加工坊，可進行木材、石料、金屬的初級加工。小型畜牧欄可飼養小型家禽家畜。系統提示音此刻聽起來無比悅耳，尤其是環境模擬調控的激活，意味着我的農場空間已經成為一個可以獨立於外界惡劣環境的避難所。我迫不及待地嘗試了一下，意念微動，房間的溫度瞬間從初夏的微熱變得涼爽宜人，濕度也調整到最舒適的狀態。而農場土地上空模擬出的陽光溫暖而不炙熱，均勻地灑在已經冒出嫩綠芽苗的土地上。我種下的第一批速生蔬菜、生菜和小白菜，在環境調控和黑土地的雙重加持下，長勢驚人，幾乎一天一個樣。按照這個速度，很快我就能實現蔬菜自給自足。但界面上的倒計時也在時刻提醒我，時間不多了。同時，張明的耐心也正在耗盡，他幾乎每天都要打電話來旁敲側擊項目獎金的事情，語氣越來越焦躁。我甚至能想象他在那出租屋裡像困獸一樣踱步，計算着還有多久才能拿到錢去揮霍。距離末日還有7天時，張明的電話幾乎成了我身上的定時炸彈。此刻，我正蹲在建材市場角落裡，用隨身包吸收最後一批鋼材。手機屏幕突然亮起，這是他今天打的第10個電話了。我被他騷擾得煩透了，只能接起來。他那油膩的聲音透過聽筒傳來，帶着毫不掩飾的急切：“寶寶，項目到底怎麼樣了？我昨天跟兄弟出去吃飯，都沒錢買單，還是人家店付的，太沒面子了。”我手指一頓，剛才吸收的進度條卡在98%，強壓下翻湧的厭惡，故意讓聲音帶着一絲疲憊。還在趕，老闆催得緊，獎金得等項目結束才能發，你再等等，別總跟那些狐朋狗友出去揮霍。我那是應酬，你以為我願意啊？還不是為了以後能多賺點錢。你倒好，天天忙得不着家，連點初始資金都不給我，我錢也見不到，人也見不到，真不知道和你在一起有什麼意思。我冷笑一聲，上一世我就是被他這套為了我們未來的鬼話騙得團團轉，把工資卡雙手奉上，最後卻落得被賣的下場。我最近也沒什麼錢，項目墊了不少經費，你先自己想辦法。我耐着性子哄了他幾句後，直接掛斷電話，將手機調成靜音。剛處理完物資，面前突然彈出一條系統提示：檢測到宿主周邊存在未知能量波動，疑似喪屍病毒早期傳播信號，請宿主注意防護。我心頭一緊，喪屍病毒竟然這麼快就開始傳播了。突然，前面傳來一聲女性的尖叫。上一世，末日爆發的前3天，才出現首例喪屍咬人事件，隨後病毒迅速擴散，整個城市陷入混亂。看來這一世，病毒的傳播速度比上一世更快，我必須加快進度。回到出租屋時，已經是深夜。你去哪了？電話也不接。我裝作很累的樣子，脫下外套扔在沙發上，徑直走向臥室。加班，手機沒電了，我太累了，先睡了。站住！張明突然起身，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的讓我倒吸一口涼氣。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着我？最近總是早出晚歸，問你項目的事也含糊其辭。我皺着眉頭，用力甩開他的手，揉了揉手腕，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張明，你別無理取鬧，我天天加班累死累活，還不是為了這個家。你倒好，不僅不體諒我，還懷疑我。張明被我的氣勢震懾住，愣了一下，隨即想到了即將到手的項目獎金，只能咬牙換上一副委屈的表情。寶寶，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太擔心你了。你最近壓力太大，要不休息幾天吧？不行，項目馬上就要結束了，現在休息會功虧一簣的。我說完，不再理會他，走進臥室，反手鎖上了門。關上門的瞬間，我靠在門板上，大口喘着氣。剛才張明的眼神讓我很不安，他似乎已經察覺到了什麼。如果不是想要看他在末日時期的淒慘樣子，我早就把他趕出去了。這個房子是我花錢租的，還要在這裡忍受這個窩囊氣，是時候開始我的計劃了。第二天，我主動回了家，臉上帶着恰到好處的疲憊和一絲壓抑不住的興奮。寶寶，你回來了，嘿嘿，項目怎麼樣了？張明立刻迎上來，眼神裡的渴望幾乎不加掩飾。差不多了，基本敲定了。老闆說等項目款一到，獎金至少這個數。真的太好了，寶寶你真是太棒了。我再次敏捷地躲開，臉上換上憂慮。但是現在有個問題。什麼問題？公司財務流程有點慢，項目款可能要拖到月底，甚至下個月初才能到賬。但是老闆私下跟我說，如果我能提前準備好一份誠意，給甲方那邊的關鍵人物送點禮，說不定能加快流程，獎金也能再多一點。送禮？送什麼？要多少錢？不是錢，是投其所好。我們老闆告訴我，甲方這個關鍵人物特別喜歡茶，他說如果能給他送點好的茶葉，或者其他好一點的茶具，比送錢還好用。他一高興，獎金就給得快一點。我一邊說，一邊留意着系統提示，因為公寓已經綁定為實地，系統可以探測到張明的情緒波动。此刻，控制面板角落一個小窗口顯示着目標情緒：貪婪、急切，信任度85%。信任度85%。哼，果然，貪婪足以蒙蔽他的雙眼。茶葉和茶具去哪裡找好呢？張明果然上鈎了，但又有些為難。我記得，我故作沉思。你之前不是說你老家那個遠房表叔以前是開茶葉鋪的嗎？家裡會不會還留着些好茶葉？還有，城南不是有個很大的陶瓷市場嗎？我們可以去看看能不能淘到點好東西。我給他指了2條明路。老家一來一回至少需要3-4天，陶瓷市場魚龍混雜，想要淘到符合領導口味的寶貝，足夠他耗上幾天時間了。這樣就能為我爭取到最後寶貴的獨自布置舞台的時間。張明幾乎沒有猶豫。好，我明天就回老家一趟，再去陶瓷市場轉轉，為了我們的獎金拼了。我們的獎金？我心底冷笑，面上卻感動萬分。明哥你真好，那就辛苦你了，我這邊項目收尾走不開，全靠你了。我又偷偷塞給他一筆活動經費，足夠他跑腿和初步打點。這一系列操作更讓他深信不疑，幹勁十足。第二天一早，張明就迫不及待地出發了。確認他離開後，我看着這個即將成為他囚籠的公寓，眼神冰冷。首先是加固和改造。雖然系統說末日來臨前綁定實地不會被發現，但我還是需要為極寒和可能出現的暴力衝擊做準備。系統馬上彈出了升級界面。是否消耗木材200斤、金屬50斤、石料100斤，升級實地門窗防禦。我馬上點擊了確定，一陣微不可察的光芒掃過公寓所有的窗戶和外門，它們的外觀沒有變化，但材質在系統的作用下已經悄然強化，變得堪比銀行金庫的大門。是否消耗電子元件20、金屬30，安裝基礎防禦矩陣被動模式，低壓電流防護已就緒。微弱的能量場籠罩了整個公寓外牆和窗戶，任何未經許可的強行闖入都會遭到電擊。雖然不致命，但足以讓人瞬間失去行動能力。再次確認升級，一陣微弱的嗡鈴聲後，防禦矩陣無聲無息地啟動。我能感覺到空氣中彌漫着一絲極細微的靜電感。接下來是食物和資源的終極儲備。我幾乎搬空了附近幾個大型超市和批發市場的庫存，米麵、糧油、罐頭食品、瓶裝水、各種調味料、衛生用品、藥品，特別是感冒藥、消炎藥和繃帶碘伏等，電池、蠟燭、固體酒精，所有能在末日中稱之為硬通貨的東西，都被我利用隨身包的功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運回了農場系統的倉庫。農場的黑土地和加速生長功能讓我對新鮮蔬菜的需求降低了，但我還是囤積了海量的種子。同時，利用新解鎖的小型畜牧欄，從養殖場購買了幾對雞、鴨、兔子，它們將在農場模擬出的適宜環境中快速繁殖，為我提供穩定的蛋類和肉類來源。初級加工坊則自動將我囤積的部分木材和石料加工成標準的板材和石塊，為農場的下一次升級和可能的擴建做準備。隨着物資的瘋狂湧入，系統界面上的數字飛速跳動。新鮮蔬果收穫量已完成，肉類儲備已完成，所有 LV5 升級所需的物資已超額完成。距離末日降臨還有3天，城市的氣氛開始變得微妙起來。新聞裡零星報道一種新型的狂犬病病例，患者具有極強的攻擊性，但消息很快被更吸引眼球的娛樂新聞壓了下去。
只有我知道那是什麼。街上的行人似乎少了一些，偶爾能看到有人行色匆匆，大量採购物資。我甚至看到有個別人眼神呆滯，行動略顯僵硬地走在路邊，但很快又恢復正常，讓人懷疑是否是錯覺。系統的警告提示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警告，檢測到宿主所在城市病毒濃度正在上升，請盡快返回安全區。安全區就是我的農場。張明打來電話，語氣興奮，又帶着邀功的意味。寶寶，我找到了，我表叔家還珍藏了2柄老普洱，據說有些年頭了。陶瓷市場我也跑遍了，看中一套紫砂壺，老板吹得天花亂墜，就是價格有點高。我知道他的意思，無非是想讓我給他吃個定心丸。買，我毫不猶豫地說，只要東西好，錢不是問題。这可是關係到我們獎金的大事，只不過錢不夠，你得先墊上，或者跟老板說說好話，等我獎金下來雙倍補給你。我給他畫着一張巨大的餅，語氣急切而真誠，仿佛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淘來的寶貝上。張明果然吃這一套，連連保證一定把事情辦妥，甚至透露出不惜借點小貸也要先把東西拿下的意思。我心中冷笑，快速掛斷電話。很好，他回來的時間又能再推遲1-2天了。末日降臨前最後一天，我將自己所有的現金都取了出來，聯繫黑市購買了大量不易通過正常渠道獲得的物品，如大功率充電寶、防身匕首、望遠鏡，甚至還有幾套厚實的極地防寒服。雖然農場可以環境調控，但萬一需要外出呢？做完這一切，我回到了公寓裡。這個我精心打造的堡壘，也是我為張明準備的絕境囚籠。我最後一次檢查了農場系統，土地裡蔬菜瓜果長勢喜人，畜牧欄裡的雞鴨咯咯叫着，倉庫裡物資堆積如山，加工坊默默運轉，環境模擬系統讓室內溫度恆定在22度，濕度適宜，陽光和煦。與窗外漸漸開始彌漫的恐慌和不安相比，這裡簡直就是天堂。我深吸一口氣，從農場倉庫裡取出一份肥牛卷、一份毛肚、幾樣新鮮蔬菜和一小盒手工麵，開始悠閒地準備我的火鍋晚餐。紅油鍋底咕嘟咕嘟地翻滾着，辛辣誘人的香氣彌漫在整個公寓裡。就在這時，門外傳來一陣急促而粗暴的敲門聲，還夾雜着張明氣急敗壞的叫喊：“林婉，開門！我知道你在裡面，快給我開門！”我的心猛地一沉，他怎麼提前回來了？而且聽起來情緒極度不對勁。我迅速收起火鍋和所有食材，只留下空氣中尚未散盡的火鍋味，然後走到門邊，並沒有立刻開門，而是透過貓眼向外看去。張明站在門口，頭髮凌亂，眼睛赤紅，臉上帶着一種被欺騙後的狂怒。他手裡並沒有拿着什麼茶葉或茶具。林婉，你騙我，你根本沒什麼項目獎金，對不對？我打電話去你公司了，你們公司的人說根本沒有緊急項目，你這半個月根本就沒去上過班。我猜到了他會起疑心，但是我沒想到他竟然會去我公司核實，而且還真的被他查到了。你開門，你跟我說清楚，你到底在搞什麼鬼？你是不是在外面有野男人了？我知道不能再讓他這樣鬧下去，否則會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為我引來更加不必要的麻煩。我深吸一口氣，臉上擺出驚慌和委屈的表情，打開了門。明哥，你聽我解釋。解釋？好，你解釋。你這半個月到底去哪了？錢都花哪去了？你是不是把我們的錢都拿去貼補哪個野男人了？張明的面目猙獰，唾沫星子幾乎噴到我臉上，濃郁的火鍋味撲面而來。他猛地吸了吸鼻子，眼神變得更加懷疑和兇狠。火鍋？你一個人在家吃火鍋，日子過得挺滋潤啊。錢呢？是不是快花光了，所以騙我？他用力將我推開，開始在房間裡瘋狂翻找，似乎想找到野男人或者那些所謂被我藏起來的錢的痕跡。我冷眼看着他像無頭蒼蠅一樣亂翻，心中一片冰寒。我們的動靜似乎驚動了鄰居，但我聽到的卻不是勸解聲，而是隔壁傳來的一聲淒厲的慘叫和某種野獸般的嘶吼，緊接着是重物倒地和碰撞的聲音。張明的動作頓住了，他也聽到了那不同尋常的動靜。什麼聲音？他警惕地看向門口。就在這時，樓外突然傳來此起彼伏的汽車警報聲、驚恐的尖叫聲和一種低沉的不似人聲的咆哮。末日提前了幾個小時降臨了。張明嚇了一跳，下意識地跑到窗邊向下望去，我也跟了過去。只見樓下街道已經亂成一團，幾個人影正瘋狂地撲向路人，撕咬着，鮮血濺得到處都是。被咬傷的人在地上抽搐着，很快又以一種扭曲的姿態重新站起，加入撲咬的行列。車輛失控地撞在一起，爆炸聲和哭喊聲交織在一起，宛如地獄一般。這是怎麼回事？拍電影嗎？張明臉色慘白，聲音顫抖，顯然被眼前的景象嚇壞了。他猛地回頭看我，似乎想從我這裡得到答案，卻看到我異常平靜的臉。不是拍電影，是末日，喪屍病毒爆發了。你怎麼知道？你早就知道，所以你才……他突然反應過來，我這半個月的異常行為，瘋狂的購物，以及這個堅固的有些過分的出租屋。你早就知道了，你囤了物資對不對？在哪裡？快拿出來！沒想到他還挺聰明，
但是我也沒想到他的恐懼瞬間被貪婪取代，再次撲上來想要抓住我。